这破地方热得跟鬼一样。怎么，活得不耐烦了？你要把自己烤熟了，尝尝味道。不是，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？连我都怕被它融掉半个身子。你真不要命了？我当然要命，因为有人在等我。哎，别！如此色灵之婚，还真是不如我上一任主人。你看看人家，好歹人家爱上的是一位神女，你看看你，竟为了一个多番拒绝你的小花精这般疯狂。你再废话，我就将你打回剑庄。让开！你小心点儿，别烧烂了手。日后再有握不住剑，我可不想跟你啊。哎，你竟然用帝君神器来储存此物，你简直暴殄天物！天上人间，他爱上这小花精2次。唉，他与颜淡的前尘纠葛，能瞒一日便瞒一日吧。雨墨，颜淡，你终于醒了。桃姐姐，我怎么又回神霄宫了？怎么这么热啊？这是什么？这是熔岩。前日你被玉破冰蝉咬伤，中了寒毒，于墨送你回来休养，所幸有他，才得以驱毒。其他人呢？啊，紫菱和琳琅还有百灵，在去寻熔岩的路上。这个不就是熔岩吗？是。进入屈巨山，需踏7重烈火，才能取得熔岩。以他们之力，一日最多只能过1重。他们出发不过2日，这块熔岩，今晨不知是谁将它放在神霄宫门外。我去了信，他们已经在回来的路上。颜淡，你的妖元刚刚恢复，莫再费神了。我现在就将你体内寒毒引出来。行了，不用了。我已经不是以前的小花精了，我习得了火术，再加上曾学过的仙法，这点毒我可以自己解的，放心吧。没用的，这可是东海龙族的赤名龙焰，就你这种三脚猫的仙法，根本无济于事。雨墨，你刚刚吃的那个宝物可以保你性命，别害怕，你没事的。一个小小的仙士能有什么好东西？你就等着它被烧成一条死鱼吧。豪轩，你如此心狠手辣，我死也不会嫁给你的。你救不了他的，好好跟着我。等我当上了四海之主，你就是我的皇后，我会对你好的。这是九岐的浴火之光，雨墨哥哥竟是九岐后人。怎么，想通了？大半夜的不睡觉，怎么回事啊？元帅，刚才我和于墨在比武，谁知他自己就……你胡说，分明是你故意纵火。雨墨哥哥，雨墨哥哥，你怎么样了？哦，我没什么事儿，就是有点热。热，我给你扇扇。你竟然没死！如果你只是条普通的黑羽，怎么可能在龙焰下存活？元帅，
他身份一定有问题。元帅是这样的，我不知道您是否知道雪灵芝。雪灵芝是水族上供的仙草，服下后便可以滋补仙灵。于墨便是服了雪灵芝，这才保住了一命。你哪来的如此珍贵的仙草啊？如今9重天的人尽皆知，是我姐姐芷溪救了应渊帝君，帝君为了报恩，便把雪灵芝赐给了姐姐，姐姐又将它送给了我。而我跟于墨又是好友，我听闻他受到了您的责罚，便把这雪灵芝又给了他，这才救了他一命。你哪来的那么多又？你不在应渊帝君那儿好好的待着，深更半夜的跑到我这里来干什么呀？还不赶紧给我回去！是，小的告退。你们几个小崽子不长记性是吧？上次罚的还不够是吗？玄心崖是比武的地方吗？北冥仙君1000年精心饲养的珍稀灵兽，要是被你们几个小崽子给烧了、伤了，你们赔得起吗？你们？从今日起，敖玄、严旦，不，于墨，你们两个，都给我回到各自屋子里，闭门思过。没我的准许，谁都不得踏出屋门半步。是。帝君，芷溪有一事相求。帝君应当知晓，严丹无心仙阶，不喜修炼，这些日子在延续天宫当差，甚是艰辛难耐。我与严旦姐妹情深，实在不忍看她如此辛苦。还请帝君能将他调回玄心崖。是严旦的意思吗？昨夜玄心崖大火，严旦为了救他的黑鱼朋友云墨，将极其珍贵的雪灵芝送了出去。严旦与北冥仙君相识100年，交情甚好，如今又多了一位肝胆相照的朋友，换作是我，也会想回去的。他倒是大方。起来吧。这明明是你弯的心，却都在为别人求恩典。你没有什么想要的吗？听闻延续天宫有一种名为飞弦术的仙法，以琴为术，精妙异常，芷溪很是向往。不知帝君是否愿意将它传授于我？飞弦术的要领就是这些，你可记下了？记下了。当初在地崖时，本君教过你绝尘术。修行此术，需摒弃杂念，清心静灵。修行需要修心，你可明白？绝尘术，幸而我修习过此法。
帝君教我的法术，我怎会忘记？谎话连篇，不知悔改。处置芷溪容易，但如何处置他，才能不伤颜淡的心，还需斟酌一二。帝君教了姐姐绝尘术，是了，我以为他梦中之人是自己，但他却从未在梦中唤过我的名字。宁渊始终喜欢的，都是帝压陪伴他的人罢了。他眼中白首一生的娘子不是我，是芷溪。芷溪有伤在身，仙法不稳，唐突帝君了。他还请帝君责罚。褪色的回忆是月落如霜，满地碎木枯黄。会走出一滴泪吞海浪，执迷于遗忘。走到从此天各一方，走到你乡，回过头为我生遗忘。最美的缘分在暗夜里藏，情字落晚香。寂寞的汤烫出思念的伤，遗忘岁月凉。洗尽纤尘仍有你依稀模样。轮转中为思念疯长。一世繁华人间一场落花风，平添一枝落花中，看破红尘的眼红不红。你是遥遥天上一捧秋月容，只敢萧瑟不敢浓。梦中有两人与共。见尘世苦短，情丝苦长，多情人不自量。我见良夜荒芜，良夜见我余恨所持他。风卷一枝花开一场，望穿无望。不拆散，人对对双双。你是繁华人间一场落花风，平添一枝落花中，看破红尘的眼红不红。你是遥遥天上一捧秋
萧瑟不敢浓，梦中有两人与共。与君别后，迎上我下转眼角，山海无路万行舟，欲别还休，几时都不够。情根未休，烟火岸上有白首，一朝天涯傲红豆，去到人间锦绣好时候。开人厮守。颜淡仙子来此何事？你认得我？当然，当初你与应渊帝君联手清剿了浅云宫的魔族内应，浅云宫上下仙士无不感激。当时只是帝君一人之劳，我是在旁边帮忙，幸运罢了。哪有？颜淡仙子有勇有谋，我还听说你的姐姐芷溪剜心救了帝君，你们姐妹俩当真是女中豪杰。颜淡仙子可有什么废弃的旧物需要焚烧，通通交给我便是了。嗯。这沉香炉精致非凡，还依旧如新。颜淡仙子确定要将它烧毁吗？嗯。请您稍等。帝尊，我已查明，芷溪仙子确实被应元帝君留在了宫中，传言废墟。帝君对这位仙子甚好，非但照顾有加，还亲自教她弹琴，研习仙法。帝君还将帝尊赏赐的雪灵芝，送给了芷溪仙子的亲妹妹。看来，我要去偃虚天宫一趟了。见过帝尊、帝君。这便是救你的芷溪仙子。正是。芷溪仙子舍命相救，不仅是应渊的恩人，更是天庭的功臣。帝尊过誉，芷溪不过是做了自己分内之事。你是妙法阁的副掌事，你的分内之事什么时候有了治病救人这一项啊？近天来，天庭流言四起，说你与应渊暗生情愫，是真是假？应渊帝君昔日屡次平定三界四海，
帝君之安危，便是三界之安危。止息救人，是为了天界众生，绝无半点私心杂念，亦不敢对帝君有所觊觎。你舍命相救，理应褒奖。但如果你暗自生情，则是违反天条，吾要按律治罪。此乃断情线，以红线将你二人牵在一起，线断则为无情，不断则有情。是赏是罚，一试便知。九重天立身万年，思玄的前车之鉴，帝尊的教导，我从未敢忘，自然亦不惧断情线之责。应渊心中磊落，为证清白，但求一策，结果定不会让帝尊失望。好，帝君果然从不会让吾失望。止息仙子高风亮节，吾可以赐你一个恩典。你有什么要求，尽管开口。止息对天庭赤心一片，救帝君是为了天界众生，不求恩赐。止息仙子为天庭立下如此功劳，却不求功名，好，果然是性情至纯。吾记得你好像有一个妹妹，在瑶池盛宴上还为你求过恩典，是吗？你姐妹二人是一文一武相得益彰啊。这样吧，吾就恩准你妹妹不必下凡历劫，在仙界晋升大典上可以观礼，成全你们姐妹情深，怎么样？谢帝尊恩赐。应渊，苍茫浩瀚的三界过往之中，有多少浩劫，皆是因情而起。你的母亲便是其中一例。唯有神仙无情，方可保三界平安。吾望你能够铭记你生母之事、同僚之难，切不可行差踏错，令三界再次陷入劫难之中。帝尊放心，我必恪守天规，不负母亲的在天之灵，以毕生精力守护三界四海，换取万世安宁太平。燕丹，我深知茅屋之人是你，但天规在上，我此生此世绝不可触犯。我到底该拿你如何是好？帝尊为庆祝帝君归来，特意下旨，后日于瑶池设宴，更是亲自施法，致瑶池的莲花一夜之间全部盛开。帝尊吩咐，各宫皆需派出人手前去瑶池采集仙露，以备宴席所用。仙露之事，你带严旦去做。是。
帝君为何一人在此赏花？我陪帝君一同观赏可好？不必了。这么多年，我对帝君的心意与付出，相信帝君皆看在眼里，为何却连一个赏花的机会也不愿意给我？不要以为本君不知你所图。修行没有任何捷径，修灵之前必先修心。心术不正的话，别说是仙灵了，9重天也容不下他。你身为一阁长士，本该是仙阁表率，怎仍不知悔改，不知自重？我所做的一切，不过是敬仰帝君的风采，希望自己有朝一日也能如帝君般福泽3界。帝君，你怎可如此诋毁我，诬陷我？看去莲花镜，应知不染心，还望银灯长士能如自己所说的那样，洁身自爱，铭记天规戒律，摒弃不该有的私心杂念。帝君教导，银灯概莫敢忘。不过，言他人易，守己身难。帝君自己是否真的可以做到清心寡欲，铭记天规？莲花初开之时，露水最为清澈。颜淡，你先在此处采集，争取日落之前把这瓶集满。我去那边看看。嗯。颜淡，莲花清香，可以凝神静气，对你的伤病有益处。你在此可以多待一会儿，不必急着离开。帝君让我来采仙露，就是因为这个。颜淡，其实姐姐伤势比我重，她应该来这里，我不应该来。你是偃虚天宫的人，芷溪不是。500年前，你们初化人形，芷溪惊慌失措，而你却护在他的身边，毫无半分胆怯，仿佛你才是姐姐。这都是陈年旧事了，帝君不必再提起。当初本君在地崖时，也遇到过莲花盛开之际。当时双目皆盲，只闻得到花香。但那片莲花，却胜过现在的莲花100倍。天庭的莲花，纵然繁盛，可总是透着一丝清冷。不知道凡间的莲花是什么样子，是不是更加的有生机，有温度？芷溪已经被帝尊赐予了恩典，免了历难之苦，你不用替他下凡了。对不起，我食言了，没能看到你的《创世英雄传》，你可愿在偃虚天宫再演一次？
这一次，本君绝不会错过。没关系的，帝君，错过就错过了，不用再弥补了。我还要去采仙露，先告辞了。陆明，你有没有那种感觉，有一个人像是住在你的心里，满脑子都是他的身影，挥之不去，就是没有办法忘记他。这种感觉好烦人啊！算了，你肯定没有这种感觉。你要是心里难受，非要喝酒，那今日我便陪你痛饮3千场，不醉不归。我已经尽力避开他，不见他了。可是今日我在瑶池又看到了他，他一直在跟我说帝牙的事情。想必他对姐姐是他的救命恩人，很是满意吧。我现在终于知道，为什么天界要戒情了。情真的好痛苦啊，真的比天雷还痛不欲生啊！陆明，我好难过，我好难过，你懂那种感受吗？哎，那我要为你找来忘情的水，你可愿意喝？我不要。比起痛苦，我更不想忘记他。在迪亚那段时光实在太美好了，实在太怀念了。你再这样下去，迟早是会憋坏的。其实呢，这人有时候啊，真的可以放纵一次。跟随自己内心的声音，再做一场梦也好啊。再做一场梦。
颜丹，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越陷越深。若你继续这般为情爱沉沦下去，迟早会没命的。就算你变成窒息的模样，我也知道是你，颜丹。对不起，为了你的安危，我不能与你相认。帝尊，帝君，依查明，银灯长氏确实是在昨夜子时中了汉弹之毒。天医告知，四叶汉弹虽可治愈万物，然它的根须若和丹砂相佐，便可炼出剧毒。我为天庭效力千年，从未有一日懈怠，如今却受奸人暗害，请帝尊为我做主。长氏放心。整个九重天拥有四叶汉弹真身的，仅有2人，皆在延续天宫。我已经派人去请，相信应元军公正廉明，定会查清，还你一个公道。帝尊，汉弹姐妹2人本性善良，她们不会触犯天规，故意害人。我麒麟受损严重，若不是发现的及时，怕是早已没有命站在这里。帝君心善，自然不愿恶意揣度身边人，但是知人知面不知心，想必是因为芷溪偷盗法器被我惩罚，他们从此记恨在心，又因有帝君的护佑，所以他们才敢有恃无恐的下毒。参见帝尊。参见帝尊，帝君，帝君。我有一事请教，请问2位仙子，昨夜子时身在何处，做了什么？帝君近日常被噩梦所扰，所以昨夜我便带了如愿酒，在帝君房中守了一夜。那便就是颜淡仙子下的毒了。普天之下，再无旁人拥有4叶汉弹根须。你好歹毒的心，为了给你姐姐报天刑台之仇，竟要置我于死地。什么下毒？我中了4叶汉弹根须炼化之毒，险些丧命。方才帝君已经下旨彻查此事。我没有下毒。那你说，昨夜你在何处？长氏如今好好立在这里，并无性命之忧，想必这所谓的毒也并不严重，所以如今颜淡竟敢毒害天庭长氏，难保他日不伤及别人。他这般心肠歹毒的人，绝不可饶恕。只惜颜淡不同于你，他拥有一颗完整的汉弹之心，受些天刑死不了。你可千万不要因私废公啊！
我一时没有证据，可是我真的没有下毒。昨日仙班执事有何记录？根据昨夜当值仙士记录，颜淡仙子确实曾在子时出过宫，可没过1个时辰便回来了。如今水落石出，真相大白，还请帝尊帝君处置，以儆效尤。颜淡是我妹妹，她的为人我再了解不过了。她虽然性子有些顽劣，但却是个善良之人。此事定是有误会，颜淡绝不会给人下毒，害人性命。还请帝尊、帝君明察。行了，不用再狡辩了，证据确凿，下毒之人除了颜淡，别无他人。应元觉，他是你偃虚天宫的人，刑罚如何由你来判定。但是此人居心叵测，绝不可再留在偃虚天宫。帝君，你也不信我吗？帝君，我不是要包庇自己的宫人，仅是一个小小的仙士，在帝君心中竟如此的重要。只要传到众仙的耳中，怕是会腹诽帝君徇私枉法。宁远，你身为帝君，理当成为表率。吾希望你要不偏不倚，不枉不纵，给长世、给天界一个交代，切莫让吾失望。颜淡，绝无做过此事。毒害仙官，当受天火之刑，将颜淡押入天牢。3日之后，本君亲自送往天刑台领罚。往后岁月，愿你自持修心，不然杂者。还请帝君三思，颜淡是被冤枉的。带走。是。我们明明说好给颜淡安个小错，罚出偃虚天宫便可，你为何言而无信？你疯了！这是玉清宫，害你亲妹妹的汉胆根须是你亲手给的，你装什么无辜？还有脸跟我谈信义？我只是担心颜淡日后会犯下大错，想以此小惩大戒一下，并不想害死他。他刚受过雷刑，又没了半颗心，若罪名成立，再上天刑台，就算不死，也要被打回原形了。我就是要让他从这个世界上消失。这些
最重最轻，你都已经脱不了干系了。你们姐妹俩的情早就断了。此案已经惊动了帝尊，若不想再将自己前途、性命都搭进去的话，就给我闭嘴！为什么？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这到底是怎么了？帝君有令，1个时辰内把这些东西通通搬走，不可耽搁。你干嘛？帝君之物竟被你这残花败柳般的刺绣所污，怪不得帝君他一日也不愿等，急着命人将你这下贱卑鄙之人的物件全部移挪出宫。尹元君，你就这么厌恶我吗？能看一眼，便多看一眼吧。今日你踏出这道宫门，你便再也回不来了。看着如今的你，我便想起了当年的我。不过，我当年离宫是风光高盛，你则是负罪离开。无论是被帝尊所赐的我，还是剜心救他性命的芷溪，没有哪个女仙可以永远留在偃虚天宫。帝君的心中容得下3界苍生，却没有一个女子的位置，是吗？若真如此，你为何千方百计的要赶我出宫？赶你出宫，盼你下狱的不是我，是他。即使他与你对弈，教你仙法又如何？你在他眼里，不过就是一个逗闷子的顽劣仙士罢了。要说，你与别人也确实不同。这么多离宫的仙子，你是走得最狼狈的一个。你可知帝君如何说你？他说，你是偃虚天宫的耻辱，已经命人将你的东西通通拿去焚元炉烧了。当你生出不该有的心思那刻起，你便该想到会有这么一天。带走。是。你受苦了。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对不起，我只是想给你安个小错，让你离开偃虚天宫，远离帝君，从此不再为情所困。没想到会被嬴登利用，害你至此。我知道，我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。可是，一开始，我真的是为你好的。为我好。为了我好，为什么在嬴登诬陷我下毒之时，你没有解释？
知不知道当时你那个样子？我感觉我都已经不认识你了。是我懦弱，不敢当着帝尊和帝君的面承认自己犯的错。从小到大，我都一直认为你是这世界上我最亲的人，你会永远保护我，支持我。任何人都会背叛我，可是只有你不会背叛我。我也暗自发誓，要与你荣辱与共。可是如今发生的一切，如今我看着眼前的你，我仍然不明白，这到底是怎么了？你可以告诉我，你为什么这么做吗？从小到大，你一直觉得我很坚强，什么都不怕，对吗？那是因为你根本就不了解我，你根本就不知道这些年我有多痛苦。痛苦？从我们化成人形那天起，帝君亲口所述，我是双生莲中的弱者。从那一日起，我便比任何人都刻苦修炼，就是不想被其他人看清。小寒经你随便抄抄，便可领悟其中的妙用。你轻而易举得到的，却是我的毕生追求。我从未让你帮我下凡历难，你却当众求此恩典，让众人嘲笑我的无能。我好不容易坐上了副长侍之位，你却抢了我的差事，成为了出没护主的功臣。所有人都可以看清我，就连你的先世朋友，竟然也在背后嘲笑我。我没有想到，这些年，你一直被双生莲强弱之说所困，我却丝毫没有察觉。我知道，你不想下凡，你想升仙阶。我想用我自己的方式，竭尽所能的去帮助你。可我从来没有站在你的角度上去想，我也从来没有问过你，让你有了如此大的心结。我以为我们可以一直这样手拉着手走下去，我以为我们永远是最好的姐妹，可我没有想到，我们竟然走到了这一步。对不起，我不是一个好妹妹，对不起，燕丹，对不起，我知道是我对不起你。想必这心魔也伴了你100年，我再一日，你便无法释怀。也许现在，对我们最好的结果，便是再也不要相见。窒息，你好好为自己而活。你走吧，燕丹，走。走啊！
帝君，严旦虽然顽劣，但本性并不坏。我不信他会下毒。我们真的要眼睁睁看他去受火刑吗？严旦为了想保护的，始终不说实话。但本君不会让他蒙受不白之冤。我会找到其他的证据，证明他的清白。帝君，这是浅云宫的仙士，他是来找严旦的。所谓何事？帝君，严旦仙子几日前将这沉香炉给我，让我帮他焚毁，可这香炉却被施了仙法，无论怎么烧都烧不坏。我只能将它送还给严旦仙子，却找不到他人了。本君会将它物归原主。你们先下去吧。严旦，你舍得将这沉香炉焚毁，定是对我失望透顶。可只有让你离开延续天宫，才能令你彻底断了情念，日后便再不会受伤。难过了。云墨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你不是跟我说过吗？遇到什么事情不要慌，急什么？严旦不知为何被扣上了毒害长师的罪名，应元帝君把他关进了天牢，我们得赶快去救他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把他救出来。云墨哥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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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为何突然要破这结界啊？你不知道，严旦被关进天牢了。可是这结界与我仙灵相通，所有人都可以自由出入，唯有我却不行。不行，我一定要尽快把严旦救出来。云墨哥哥，严旦是你的朋友，自然也是我的朋友。我现在就去找元帅，给你破了这结界。不可，虎德元帅一定不会答应你的。我也不可能丢下严旦不管，就算粉身碎骨，我也要把他给救出来。陆明，你别担心我，我在这儿过得可好了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严旦，你现在必须将真相如实告诉帝君，否则你会没命的。下毒一事，我绝不会相信是你做的。整个天界除了你，唯有芷溪是四叶憨的。你现在是不是为了保护他，才缄口不言的？芷溪与你是骨肉至亲，他却这样对你，你不去我去，我现在就去跟帝君说个清楚。不可！若你还把我当朋友的话，你便不可以这样做。为什么？我与姐姐已经把话说开了，她有心魔苦衷，
他的心魔便是我。这100年来，他一直活在我的阴影当中。可即便是这样，他还是护了我100年。尽管如此，他也不能害你啊！恩情与辜负已经相抵消了。总之，你别再去为难他了。若是姐姐能够摆脱他的心魔，我愿意离开。总之，无论别人怎么说，她都是我的姐姐。离开？你难道真的不想活了？怎么可能啊！应渊君已经答应我了，说他会保住我的性命，放我去凡间逍遥自在的。真的？真的，我都没有想到，我也算是因祸得福吧。我以前一直都在想，凡间一定很美妙，想下去看看，没想到这次便可以目睹它的风采了。既然你决定了，此次去凡间，也许再也回不来了。不如你带上余墨吧，应渊帝君太遥不可及了，所以你考虑考虑，和余墨在一起。你不是也很喜欢这个朋友吗？哎，你别乱点鸳鸯谱好不好？余墨可是我亲手喂大的小黑鱼，他叫我一声老母亲都不为过。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承担，不要牵扯到别人。总之，我去意已决，你别再劝我了。若是你不怪我任性，还把我当朋友的话，从此以后，你便替我守护应渊君吧。果然有护灵丹的气味。褪色的回忆是月落如霜，满地碎木枯黄。会走出一滴泪吞海银浪，执迷于遗忘。走到从此天各一方，走到你乡，回过头为我生遗忘。催眠的缘分在暗夜里藏，青子落晚香，寂寞的汤烫出思念的伤。帝君，小仙乃是藏法阁的小仙使，今日误入此地，并非有意叨扰。轮转中为此面疯长，这出戏可热闹了。应元君听完，心中的郁结也可消除一二。你在这里胡说八道什么？这是天善殿刚做的桂花糕，很好吃的。你知不知道什么是无妄之祸？蛊毒一旦发作，便会无法自控的伤人。你放我离蜀，不仅救不了我，还会伤了你自己。荼毒3界，你还不快走！应元君，走！不走！快走！快走！不走！走啊！山海无路万心中，欲变还休，几时得？
爱人厮守。狗蛋，也只有他能起得出这种名字，也只有他会这么傻的陪在我身边。菡萏花瓣，可压心魔，焚尽流色，欲火生香。应元君，莲池就在那边，里面的莲花都已经开了。应元君不用眼睛，一样可以看得见。你望着四季，我望着你的身影。原来，轻轻的岁月如星这一切都是你编织的谎言。狂澜与云霓，纷纷经过了天地，短暂的失去不许提，只剩你眼里，我该如何走向你？这场路，回忆谋少一起，我会再次想你。无论醒或不醒，空中人世换冥冥。记忆就像是一片海，在这过去抹着未过来。心摊开，以为蓝尽流。应元君，你看这莲花都开了。之前你不是说了吗？等你眼睛好了以后，便和我一起赏花，你不许食言。你想不想看我们花界的星星？我变给你。好。做一夜酒精，安然尘封每个你。来啊，来！同城的惬意，印度难表的情谊。相逢不惋惜，我努力。去越轨迹，我该如何守护你？在几次
依然选择薄命。我穿了有秘密，叫人好生聆听。一盏长灯，万事起。你怎么这么傻？竟为这般无谓的谎言，不惜焚烧自己的真身。小梦蝶残疾，虽能带人入梦，却唯有感知真爱，方可破茧成蝶。那晚，燕丹进入了我的梦中，与我共度一生的人，不是美梦所化，而是燕丹的真身。会带着秘密而来。本君已查明，你在中毒前炼制保护气灵的丹药，此药需连服3日方可见效。这毒便是你自己所下。燕丹本不应该受刑，该上天刑台的人应该是你。帝君心里只有燕丹，为何我苦苦为你守候千年，你却从来都不曾正眼看我？此乃吾案前的银烛灯，昼夜不息。应元君天庭日理万机，劳苦功高，吾就将此灯赐予你，全当吾的一番心意。
想来这宫中仙气过剩，经过千年，这银烛灯的灯芯竟然修出了气灵，化为人形。宁远君，他已在案前陪了你1000年，不妨带回去，带回延续天宫侍奉吧。我与帝君本就是命中注定的缘分。你当本君不知？你罔顾天条，试图利用男女私情，目的就是为了让本君点化你，好让你从气灵变为仙灵。不是的，起初我接近帝君的确带有目的，但我动心也是真的。真的？当年本君没有送你去天行台，已经对你是莫大的宽仁了。我和颜丹都是帝君的仙士，我谨小慎微，恪尽职守，他谎话连篇，处处犯错。但帝君却只对他包容庇护，却把我赶出延续天宫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帝君永远也看不到我？因为神仙本就应该无情。你说神仙无情？若神仙无情，那帝君方才的眼泪又是从何而来？若帝君与颜淡当真生情，那情罚如何掩护？帝君修为深厚，又有帝尊护佑，必然能全身而退。可颜淡，他受伤未愈，又遭此大劫，只怕会灰飞烟灭。你在威胁我？帝君，银灯只求帝君能放我一条生路。下毒之事，帝尊已有定论。若贸然翻案，帝尊必会细究。颜淡偷偷守护帝君之事，必然会暴露。帝尊对动情之事从无宽宥，若以断情线相测，只怕到时祸心可免，情罚难逃。祸心之下，颜淡尚有一丝生机，总好过情罚加深，不死不休。若帝君网开一面，银灯在此立誓，从此缄口不言你与颜淡生情之事，我绝不会告诉任何人。此证，本君不会销毁。若你日后再敢造次作孽的话，本君绝不会饶了你。银灯，叩谢帝君。我日后定痛改前非，绝不再犯。望你日后好自为之。应元，当年你以天条为由拒绝了我，现在我要亲眼看着你亲手送所爱之人上天行台，让他恶你、恨你，永远不知你为他所做的一切。
应元君啊，这白日里你就遣人送来一堆破烂物件，这深更半夜的还亲自来老夫的玄心崖收拾屋子呀？元帅，连夜来此有一事相求，还望元帅出手相助。那日对元帅出手，的确是。时隔日久，况且这段时间天庭也发生了太多的变故了，我早就忘了。哎，嘿嘿嘿，哎，你我能够活着从战场回来，实属不易。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，您就尽管开口。我想向元帅求一份免责天书。免责天书？你要天书干什么？莫非你犯了什么大错？我不是为了自己而求，而是为了严丹。那个古灵精怪的小鬼啊！他3日之后便要上天刑台受罚。此前已经遭遇过一次雷刑，若再受一次火刑的话，恐怕仙灵尽毁。所以恳请元帅，到时候以天书免除他的刑罚。这小仙士到底犯了什么错，竟要遭此重刑啊？个中缘由，不便言明。但严丹，他绝非作恶之人。你我比武多年，武德见人品。我深知你的为人，那原因我就不问了。这个忙我帮。元帅，不胜感激。除此之外，我还有一事相求。但说无妨。之后，我会将严丹调回玄心崖。虽然他仙力平平，但他资质不凡，还望元帅收他为徒，日后保他仙途安稳。那个小仙士虽然和你一起打过我，但是老夫就喜欢他这种肆意妄为的性子，还有他那份机智与胆量，配做我火德的徒弟。哎呀，应元君啊，老夫这么多年没见过你这么关心一个仙士啊，居然为了他还舍弃这万年钟爱的棋谱。不过你放心啊，老夫深知你对这棋谱的爱惜，老夫看完之后一定会将它完璧归赵的。不必了，所有的棋局都已经破解，从此之后，我不会再下棋了。云墨哥哥，我知道你是九旗族的后人，九旗神力不凡，怎么会破不了这元帅的结界？你放心，我会替你保密的。云墨哥哥，试试我的幻心灵。赵兰，对不起，这幻心灵
是因我而毁。等我救出严旦之后，我一定会补偿你的。没关系的，这幻心灵不过是我身上随身携带的一些小法器而已。这样的东西龙族还有很多，你赶紧去救人吧。幻心灵已经想过，以后他会不会再想，不重要了。